如果我告訴你，通往人生第一桶金的路，不是加密貨幣，不是无貨源電商，也不是在抖音上爆紅，你會不會想聽下去？它可能是一片停車場，可能是一堆沒人要的垃圾，甚至是一台專門抽水肥的車。先別急着劃走，因為接下來這份清單裡，那些聽起來越髒、越丟臉、越沒人願意碰的生意，利潤反而漂亮到嚇人。而在背後默默做這些生意的人，正在安靜地變有錢。這支影片有點長，因為我要一口氣講完25個。我建議你先點個讚，把它收藏起來，因為你看完之後一定會想回來重看某幾個。1. 停車場。第一個就是一塊柏油地。對，你沒聽錯，就是一片空地。一座位置好的停車場，醫院旁邊，車站附近，市中心辦公商圈，一個月可以進賬新台幣15萬到45萬。沒有產品，沒有員工，沒有客訴，沒有半夜被電話吵醒的煩惱。你可以直接買地，也可以用租的，租進來再轉租出去當停車位。搭一套動態計價的 App， 遇到活動廉價就漲價，平日冷清就降價。你的這塊水泥地突然比市面上大多數公司都還聰明。為什麼它能賺錢？成本極低，毛利高到6到8成，而擴張的方式簡單粗暴，再多接幾塊地就好。自助迷你倉。第二個，自助倉儲迷你倉。我問你一個問題，台灣人東西越買越多，房子越住越小，多出來的東西放哪？答案是迷你倉。而且这些客人一旦租了，就幾乎不會退。平均一個倉儲客戶會租超過14個月。沒有庫存要管，沒有會過期的東西，幾乎不用請人。一棟200個倉位，每個月租3200元的倉庫，一個月就是64萬，一年將近700多萬。而這一切來自一棟裝了幾百把鎖的鐵皮建築。有錢人的玩法，直接買下一間現成的。務實的玩法，在正在發展的重劃區、新社區旁邊，用便宜的地自己改。3. 自助洗衣店。第三個，自助洗衣店。純現金自助，而且這個需求永遠不會消失，人只要穿衣服就得洗衣服。現在的自助洗衣店都裝了刷卡、支付，可以遠端監控，最多請一個工讀生兼職顧一下就夠。一間位置好的店，一個月營收15萬到90萬，而真正會玩的人手上握的是5間、10間。秘訣是什麼？找一個人口密集、周圍又沒有競爭對手的社區。你的市場調查到這裡就結束了。4. 夾娃娃機選物機台。第四個，夾娃娃機選物販賣機台。這個聽起來簡單到讓人懷疑，而這正是大多數人忽略它的原因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這幾年台灣滿街都是夾娃娃機店，一整面牆，一整排的機台，晚上燈亮着，裡面常常一個店員都沒有。它的邏輯很簡單，你不用自己開一整間店。你去一間娃娃機店承租其中幾台機台，一台月租幾千塊，自己進貨，自己訂台，自己補貨，機台賺的錢扣掉租金就是你的。一台經營的好，選品選的對，一個月淨賺幾千到上萬。重點是你可以一台一台加上去。真正在做的人手上是10幾、幾十台機台，散布在好幾間店裡。他們請人排班？不用，自己周末去補貨，換台就好。機台一天24小時開着，從來不會跟你抱怨一句。關鍵的突破口，選品。別人放公仔，你研究客群放當紅的，別人沒有的，毛利更高，競爭更少。5. 洗車場。第5個，洗車。洗車以前是看天吃飯，有一搭沒一搭的生意。直到有人發明了月費吃到飽的模式，一切都變了。一個月900元，無限次洗車，客人幾乎不會取消。這種循環營收的穩定度比很多軟體公司還要漂亮。一間隧道式自動洗車場，只要有300個會員，
光是會員費1個月就自動進賬28萬，這還是在任何一個臨時上門的客人之前。而這個領域頂尖的業者，單店1年做到3000萬到6000萬。6. 自動販賣機。第6個，自動販賣機。你從小看到大，卻從來沒想過自己可以擁有它，這就是盲點所在。花個10萬買一台，放在人流量大的地方，醫院、工廠、健身房、辦公大樓，每周補一次貨，收錢。一台機器1個月賺1萬到5萬，看地點。50台就是一門實實在在的生意。新一代的智慧販賣機還能遠端監控庫存，你不用每次都盲目跑一趟。關鍵的突破口，賣利基商品，手機充電線、耳機、健康零食，毛利更高，競爭更少。7. 商業清潔。第7個，商業清潔，外包打掃。每一間辦公室、餐廳、診所、店面都需要有人打掃，這不是選配，是必需品，而且老闆們最討厭自己處理這件事，所以他們簽一張月約，然後就把它忘掉。那張月約就是你的循環收入，從幾千塊的清潔用品起家，接到3張合約，請第一個清潔人員，接到10張，組一支團隊，你從自己掃變成管理別人掃。商業清潔公司做到年營收1500萬到6000萬是很常見的事，進入門檻低到不好意思講。唯一擋住大多數人的是他們覺得這種事有失身份。8. 廢棄物清運。第8個，垃圾廢棄物清運。有人付你13000塊，請你把他家那張舊沙發、壞掉的跑步機搬走，你開去掩埋場，付個1000多塊的處理費，剩下的全是你的。一周做10趟，1個月就是50萬上下。在國外，光靠這個模式就有人做成了上億的連鎖帝國。但在台灣的在地市場，這行還非常分散，意思是此時此刻你的城市裡還有你的位置，你的武器叫當天到付，大公司排程要等3天，你今晚就出現。9. 水肥清運，化糞池抽取。第9個，水肥清運，化糞池抽取。我知道你在想什麼，忍我一下。這是一門幾乎沒人想做的生意，而這恰恰就是它是金礦的原因。在很多鄉下、透天厝、老社區、沒接公共污水系統的房子，化糞池每隔1-2年就得清一次，這是跑不掉的。一台車，一個操作員，一趟收13000到2萬5，一天跑4到6趟，競爭幾乎是0，毛利5到7成。而客人呢？2年後會像鬧鐘一樣再打給你，再添一台車，你就從一個人變成一間公司。10. 墓園靈骨塔。第10個，墓園靈骨塔。這是這份清單裡的一張鬼牌，同時也是人類史上需求最穩定的生意，需求永遠不會消失。這門生意用3種方式賺錢：一次性賣塔位，每年收管理費，賣墓碑與各種紀念品。而最強的工具叫生前契約，人們會在離世前很多年就預先付錢買好自己的塔位，等於是今天就給你現金，服務卻是幾十年後才交付。現成的墓園靈骨塔幾乎不會有人拿出來賣，這也意味着，如果你能在正在發展的區域拿到合法用地，從頭做一個，你幾乎處在一個壟斷的位置上。11. 看板廣告。第11個，大型看板廣告。你每天開車、騎車都會經過它，卻從來沒想過那面看板是誰的。一面立在交通要道旁的看板，1個月賺9萬到60萬。你什麼都不用賣，不用帶團隊，只是擁有一個鐵架子，然後讓各大品牌付你租金，把他們的臉掛上去。商業模式簡單到有點扯，你要麼租一塊靠大馬路的地，要麼買一小塊，
把架子立起來，跟廣告主簽約，或者乾脆透過廣告代理商，連一通推銷電話都不用打。然後你每個月像領薪水一樣收錢。最好的位置，高速公路交流道、醫院、體育場、大賣場附近。人流不重要，你賣的是時速70公里下的眼球。12. 制冰販賣機。第12個，制冰販賣機。水灌進去，冰塊出來，錢進你戶頭。制冰販賣機是我看過最乾淨的被動收入之一。你把機器放在加油站、漁港、露營區、社區超市外面，它一天24小時，一周7天不停做冰，完全不用请人。客人一包買45到90塊，你跟场地方拆一点点，剩下的都是你的。一台位置好的機器，一個月帶來6萬上下，20台就是一個月120萬。而維護呢？只有補水、洗濾芯，每台不用1個小時。公式就是：熱的天氣加高人流加附近沒有競爭者。整套策略就這麼簡單。13. 代辦文書跑腿服務。第13個，代辦文書跑腿服務。這是整份清單裡門檻最低的一個，而大多數人從來沒想過它。在台灣，光是戶政、監理站、地政、公司行號登記，各種申辦排隊就夠讓人抓狂，請假半天，排一整個上午。很多上班族、老闆還有行動不便的長輩，寧可付錢請人代跑。你就是那個代跑的人，幫忙排隊領號碼牌，代送代收文件，代辦登記，跑監理站驗車過戶，一趟收幾百到1-2千塊，看見的複雜度，忙的人一天可以串好幾件，跑好幾個點，起步成本幾乎是零。你需要的只是一台機車或車，對流程熟，夠可靠。前期就是熟悉各機關要哪些文件，怎么跑最省時間。但真正讓它變成一門生意的關鍵，你不再自己跑，而是建一個跑腿人員的網絡，你負責接單、派工，從每一單裡抽成。這下你經營的是一間專門幫人處理麻煩事的代辦派遣公司。14. 加水站、淨水補充站。第14個，加水站、淨水補充站。人們不想一直買瓶裝水，他們想補充，想自己裝，而且每一次都願意付錢。加水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把過濾飲水機放在健身房、自助洗衣店、社區超市、辦公大樓裡。客人1公升付個幾塊錢，你跟場地方拆一點，剩的都是你的。機器幫你做所有事，你一個月出現一次換濾芯，這就是你的全部工作。在一個城市裡布個15到20台，你就是在經營一門7位數營收，每周大概只需要工作10小時的生意。而產品是水，需求哪裡都跑不掉。15. 自助洗車格。第15個，自助洗車格。這跟前面的全自動洗車不一樣，沒有輸送帶，沒有員工把車拉過去洗，就是一個格子，裡面一支高壓水槍，一支泡沫刷，一個投幣孔。客人自己開進來，投幣，自己洗自己的車。你擁有那個洗車格，負責收錢。就這樣，一個4格的廠，位置對的話，一個月25萬到65萬，幾乎沒有任何人事成本。24小時開放，不用店長。再加裝吸塵站，每站每月還能多賺1500到5000塊。這裡唯一真正的技術就是選點，高密度的住宅區，車主多，附近沒有自助洗車競爭者。你的市場調查清單到這裡就結束了。16. 流動廁所租賃。第16個，流動廁所租賃。我警告過你，前面某幾個已經讓我有點不自在了，但這一個才是重頭戲。忍我一下，因為數字真的誇張到離譜。每一個工地，每一場戶外演唱會、路跑、婚宴外匯、美食節都需要流動廁所，而負責辦這些活動的人絕對不想自己去張羅這件事，所以他們會打給專門做這個的人。
一座流動廁所一周租金3200到13000，一支100座的車隊，每一座都是一個在空地上默默生錢的大藍箱子，最少就是一周100萬的生意。沒有人會去美化這一行，而這正是毛利肥美的原因。競爭稀薄，而願意投入的人安靜地變得非常有錢。記住4個字：工地合約。綁定一個大型營造商，你就有了好幾年每個月保證進賬的收入。17、遺物整理、生錢整理。第17個，遺物整理、生錢整理。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，獨居長者越來越多，孤獨死這個詞這幾年不斷出現在新聞裡。當一個人離世，留下一整間住了幾十年的房子，滿屋子的物品、回憶，還有家屬根本沒有心力也沒有勇氣去面對的現場。這時候有人會打電話找一個專業的人來處理，這就是遺物整理師在做的事。他不只是打掃，而是替家屬把逝者的物品分類、保存，該留的留，該清的清，有時還包含房屋的清潔復原。台灣已經有專門的遺物整理、居家整理業者，費用通常按空間大小計價，一個案子從幾萬到10幾萬新台幣不等，房子越大，狀況越複雜，價格越高。這門生意高明的地方，幾乎沒有競爭。大多數人一聽到，直覺就是這我不敢做。而這意味着，那少數願意做又做的專業、夠體貼的人，幾乎獨佔了市場。而且它不是冷冰冰的清運，你在幫一個家庭好好告別，客戶的信任和口碑會一路把案子帶給你。放大的方式，培訓團隊，承接更難的特殊清潔案，往生前整理延伸，趁長輩還健在時先幫忙整理，斷捨離。這是一門會隨着台灣人口結構只增不減的生意。18、廢料桶子母車租賃。第18個，廢料桶子母車租賃。房子一直在裝修翻新，而每一次裝修都會制造一座需要處理掉的垃圾山。你放一個大桶下去，離開1個禮拜，回來把它再走，這一趟來回你收1萬到2萬，一周做10趟，數學你自己算。一台車，一個司機，第一年營收就能上看好幾百萬。如果你行銷做得對，成長路徑很清楚，加車加桶，跟一直有需求的營造公司簽固定周約，這些合約會快速疊起來，創造出多數生意夢寐以求的可預測的每月收入。起步成本是真的，一台專用的再卸車中古的要100萬上下，但銀行喜歡這種生意，因為資產實在，現金流又快。19、瓦斯桶交換配送。第19個，桶裝瓦斯配送交換。你這輩子都跟瓦斯行交過桶裝瓦斯，你有沒有想過那些桶，那條配送路線是誰在經營？一個在地業者跑一條固定路線，沒有人換一桶，他就賺一筆。全國性的大品牌確實存在，但在地市場，尤其是大廠懶得跑不划算的鄉鎮和郊區，獨立業者的空間還非常大。你批發買桶、灌氣，鋪點到五金行、社區商店、露營區，跑一條每周補貨的路線，店家抽一份，剩的你留。等路線做大，你請一個司機，整件事基本上就自己運轉了。20、除濕除頭濕專門店。第20個，除頭濕專門店。家長為了安靜又快速地解決一個難以啟齒的問題，願意付任何代價。頭濕每年影響大量學齡兒童，家長非常焦急。他們不想跑去藥局自己摸索那些化学藥劑，他們想要一個專業的人，私密、有效、徹底地把問題解決掉。除头濕專门店一個人頭收5000到1萬，在多數地方不需要醫療執照，而且每逢開學季就爆量。一天6個客人就是4萬塊，那只是一個技師，一個乾淨簡單的空間。放大的空間很大，提供到府服務收更高的費用，把這個模式加盟出去，
或者把你的方法授權給其他城市的業者收權利金。21油脂節油槽清理。第21個，餐廳油脂節油槽清理。你城市裡的每一間餐廳、廚房地板下都有一個節油槽，一個專門攔下所有油脂，避免它流進下水道的槽。而依規定，每一間餐廳都得定期清理它，不管他們喜不喜歡。一次服務45分鐘，收6400到19000。忙的業者一天跑8到10趟，那就是一天13萬，來自一台車、一條管子、一個槽。沒有人會去美化清潔油槽這4個字。你走進任何一場餐飲業老闆的聚會，提一下這個，看看大家的表情，那份尷尬就是你的護城河。最棒的地方，客人不是看價格選你，而是看可靠度。準時，每次都準時到，他們就再也不會打給別人。餐廳老闆會直接塞給你一張長期合約，只為了再也不用去想這件事。怎麼開始？弄一台中古的西屋車，向主管機關登記，然後打電話給你城市裡的每一間餐廳。你的前10個客戶1周內就會到手。22動物屍體清除。第22個，動物屍體清除。老鼠、貓、鳥會死在牆壁夾層、天花板、地板下、陽台角落，而且是常態。屋主聞到味道，開始恐慌，立刻打電話找人處理。他們願意付任何代價，只要讓那個味道停止。動物屍體清除服務一趟收5000到16000，緊急當天到，幾乎每一次都是急件，因為沒人想等，還能在這之上再加收一筆。忙的業者一天跑6到10趟。這門生意的高明之處，幾乎沒有競爭。大多數人一聽到這個點子，立刻說不要。而這意味着那少數說好的人獨佔了整個市場。你需要基本的防護裝備，一台車，以及在多數地方所需的廢棄物清運資格，一張1周內就能辦好的許可，總起步成本5萬以內。放大的方式，請技師擴大覆蓋範圍。問題越惡心，競爭越少，你能開的價越高。這就是公式。23醫療快遞專送。第23個，醫療快遞檢體專送。醫院、檢驗所、診所需要不停地運送東西，血液檢體、移植器官、藥品、醫療法律文件，全部都有時效，全部都需要一個受過認證、可靠的專送人員，而不是隨便一個外送員。一般外送一趟收幾十塊，醫療專送一趟收1600到6400塊。而且大多數客戶是月合約，不是一次性的单。一個醫院合約1個月就能產生30萬到90萬的保證循環營收。門檻是真的，但可以克服。你需要營業登記、良好的駕駛記錄、相關的合規訓練，以及某些貨物所需的溫控車輛。這門生意的放大方式跟任何快遞一樣，更多司機、更多合約、更多路線。差別在於，你不是在跟大型物流平台硬拼，你在一條完全不同的、受法規保護的賽道上，而在這條賽道上，贏得每一張合約的是關係和可靠。24私人信箱租賃。第24個，私人信箱、商務地址租賃。這一個聽起來簡單到不像能做到這種規模。你出租信箱，實體信箱租給小型企業、接案工作者、在家工作的人，以及任何需要一個專業商務地址卻不想租真正辦公室的人。每個信箱月租640到1600塊。在一個小小的店面裡塞200個信箱，就是1個月22萬的純循環收入。你的開銷是租金、一個兼職人員、一套包裹簽收系統。但真正賺錢的是加值服務、郵件代轉、包裹代收、公司登記所需的營業地址證明、代客影印、寄件代辦。每一項加值都把1個月租1000多塊的客戶變成1個月貢獻3000塊的關係。在國外加盟一間連鎖郵務門市要花幾百萬，你可以用幾十萬獨立打造出同樣的生意，
而且100%的利潤都是你的。25、土壤污染整治。第25個，土壤污染整治。這最後一個是整份清單裡最冷門的，而它可能也是最賺的。當一塊地被污染了，就加油站、工業用地、化學品外泄，在法律上，它在土壤清理乾淨之前不能卖、不能開發、不能蓋東西。而總得有人來做這個清理，而做這件事的人收費高得驚人。土壤整治的合約，一個案子從300萬到6000萬，客戶是開發商、保險公司、政府機關，全都是預算充足，而且完全不能接受偷工減料的对象。起步成本很高，設備、認證、環境相關執照可能要150萬到600萬，但一個合約的金額幾乎立刻就讓這筆投資顯得微不足道。而且因為大多數案子要花好幾個月，甚至好幾年才能完成，你不用一直到處找新客戶，一個合約就能養你的團隊一整年，2個合約你就已經在擴張了。這就是商業版的去別人不願意去的地方，無論是字面上還是比喻上。25個生意，沒有一個是酷的，沒有一个是正在流行的，但全部都是真的。而他們的模式永遠是同一個，聽起來越糟，賺得越好。因為每一個本來可以吃下那個市場的競爭者，都在最後一刻退縮了。如果這支影片打開了你的眼界，幫我按個讚，訂閱一下，才不會錯過下一支。然後留言告訴我，這25個裡面哪一個是你真的會去做的？我每一則都會看。我們下支影片見。